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士都喜欢吃酒酿，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果味酒酿。这些酒酿相比之下呢，颜色更漂亮，营养也更丰富，看起来好有食欲哦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火龙果酒酿。其实做果味酒酿呀，真的是很简单。于姐自幼和妈妈一起做酒酿，如今呢已经做了几十年了。凭着几十年的经验，今天详细给大家分享做法，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在盆子里面倒2斤半的糯米，接下来倒上适量的清水，把糯米给它清洗一下，要给它多清洗2遍，清洗干净一点。米特别的白，酒呢也特别的多，用手轻轻的像这样给它揉搓，这样洗的米特别的干净。然后我们多给它清洗2遍，洗至水变清，像这样就可以了哈。糯米洗干净之后，多加一点点的清水，没过糯米，然后盖住盖子，浸泡4至6个小时。接下来把我们所用的容器全部用清水先洗干净，加上适量的清水，用大火煮开，把所有的工具全部都给它消一下毒，包括我们等一会儿用到的小奶锅，也要单独的用清水煮开消毒，要保证容器是干净的，没有细菌，没有油。水开以后煮5分钟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3个去皮的火龙果，3个去完皮以后是360克。我们把火龙果给它切成片，切什么形状的不重要啊。切好之后，给它放入我们提前消过毒的容器里面，然后在奶锅里面加1升的清水。家里面没有量杯的，也可以用小秤称1000克的水，然后给它放在电磁炉上，用大火给它煮开。煮开之后，我们关火，打开盖子，给它放在一个通风透气的地方，给它晾凉备用。泡制米像这样子，用手一捻就碎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倒入容器里面，然后给它扎上小孔，这样呢熟的更透一点。我们在蒸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，这个水啊不要加的太多，加太多了，这个水蒸气特别容易窜到米里面，米饭蒸的太软了，会影响酒酿的成品。然后盖住盖子，上气蒸大约40分钟左右。现在已经蒸至40分钟了，打开盖子，米蒸熟了，但是呢它不是太软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倒入我们提前消过毒的容器里，然后再把我们提前冷好的火龙果汁儿给它加进去，火龙果汁给它过滤一下，像这样呢做出来成品更加美观。再把这个米给它拌开，这要是没有水的话，这个米是越拌越黏糊，是拌不开的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甜酒曲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特别的好用，做出来酒酿酒香味浓郁，特别的香甜。这个里面呢是一袋呢有25克，1克可以做1斤米的。我们今天呢取2.5克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们把里面的酒曲给它取出来。我们这一包呢里面总共有5颗。这1颗呢，我们给它放在袋子里面。这个袋子啊是自封袋，像这样一封就封住了。然后我们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给它擀成粉状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呢取一半就可以了哈。用完了以后，我们呢再把这个塞进去，然后把它封住口，也利于后期盛放。给搅拌至用手蘸点开水，然后往里面擦一擦，不烫手了，大约就是35度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甜酒曲给它撒上，要撒均匀一点，然后给它翻拌均匀。
朋友想要这个酒曲，找不到的话，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。记住，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不要发私信，我可以把链接私发给你。搅拌均匀之后，然后给它压平整。先给它压均匀，然后再用勺子从中间给它压个洞。把中间挖个洞，主要是起到后期我们观察酒好观察。下面有水了，就证明我们酒量都做差不多了。这边边上一定要压紧实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表面千万不要撒干酒曲哈，撒干酒曲的话容易发霉长毛。然后我们用一个干净的保鲜膜给它盖住，然后我们再给它扎个2、3个小洞留透气，把上面扎上小孔，这样呢，以免里面有大量气体，我们酒做好的时候，这个水啊容易漫出来。然后给它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，放48小时至36小时不等。具体多少时间呢？这也要看天气，看温度。温度呢，大约25度至30度之间，这个温度是最合适。像我们像这个秋后啊，这个温度也不用加温，夏天也不用加温哈。冬天和春天的话，需要加温。有不懂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好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刚好到现在呢是48个小时，刚好呢48个小时就发酵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开盖的一瞬间，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，非常的漂亮。哇，非常非常的香甜哦！哇，好多的水啊！看看酒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哦。让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水呀，呼啦一下就涌出来了。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酒酿，这个米啊，就像云朵一样，一朵一朵的。我再来尝一下，让大家看看。哇，这个酒酿的味道特别的浓郁，非常的香甜，这是我从小跟妈妈学来的哟。为了给大家说细节，啰嗦的有很多，就是害怕大家失败。你要是严格的按照我的方法做，保证你个个都能成功哦。我们再盛出来一点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漂不漂亮？像女同志坐月子，还有怕冷的女士，要多吃这个哟。用做好的酒酿，可以兜饺子，也可以做酒酿馒头，也可以做酒酿汤圆、酒酿荷包蛋、煮汤、烧菜等，用处可大了。给它倒入我们提前消好毒的容器里面，然后给它放入冰箱保鲜里面保存，在半个月之内给它吃完。吃完了再做，因为做这个特别的简单，夏天里面还不用加温，就是冬天里面也好做。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水果的酒酿，还有在冬天里面怎么发酵，我把技巧都教给大家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、收藏、留言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